听你说。在我今天演讲之前呢，有个问题想问大家，请问在座的哪一位不喜欢钱的？包括几位老师，有的话请举手。OK， 很明显大家都蛮喜欢的哦。我曾经很爱钱，钱可以满足你的欲望，钱可以实现你的梦想，钱可以做很多很多你想做的事情，钱太棒了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听我妈妈讲，我们家非常的穷。那时候我妈说，小偷如果进来我家是会哭着出去的。我们一家6口呢，跟我大伯住在一个小小的屋子里面，具体有多小呢？就是如果说临时有客人来我们家要做客，要过夜，我们家几个兄弟姐妹晚上可能要站着睡了。后来呢，我爸爸做生意赚了大钱，我们举家呢搬到市中心去。爸爸为了我们买一个大房子，哇哦，每一个小朋友、每一个小孩都有自己的房间，够大吧？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钱的威力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决定了，我将来长大，我一定要赚更多的钱。后来我很幸运的，我成了一个艺人。我在那个时候，我真的赚了很多的钱。赚了钱怎么办？花，我去买名车，买名牌，我买名表，我去高级餐厅，我到处旅行。你知道，男人口袋有钱了，心就花了。我那时候女朋友啊，一个换一个，我好开心哦。我用钱满足我所有的欲望，但是钱也让我的生活慢慢的沉沦了。我开始喜欢上夜店，我几乎天天跑 party， 夜夜笙歌。我这个人个性非常热情，我喜欢呼朋引伴，所有人围在我旁边我就开心，如果没有人的话我就不开心，玩得不够爽。那个时候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马哥，今天开始以后我们两兄弟了哈，以后你的事就我的事，知道吧？随时打电话给我 ，OK 的。包厢一个换的比一个大，人来的一次比一次多。但是有一次，我到一个夜店，有一个女的看到我大老远往我这边跑过来，马哥，好久不见呐！我昨天晚上跟她唱 KTV 到天亮，她跟我说好久不见。后来更夸张，我每次办 party 到最后，来我包厢里面的人，他们叫什么名字，是谁的朋友，是干嘛的，我全部不知道。每一个人搞得跟我很熟似的，马哥前马哥后的，把我捧得高高的，我好开啊，好开啊！但是我只知道，我每一次醒来的时候，我都是在满地的酒瓶堆当中醒来。我看着地上的酒瓶，我就想，如果这每一只酒瓶是我一个朋友，我现在躺在这里，有谁会过来把我扶起来？我那时候感到一股强烈的空虚感，我觉得我不快乐。难道是我赚的不够多吗？哦，对。一定是我赚的不够多，我开始想另外的方法，我要赚更多、更多、更多的钱。终于，我撞南墙了。有一次，我轻信我一个兄弟的话，他让我投资了一个完全不在行的生意，到最后，他夺走了我的一切，还把我一脚踢开，带走了我当时的女朋友。我几度不想活了。过没有多久，50年来最大的台风莫拉克席卷全台。我在家里面打开电视机，看着所有新闻的片段，报道各地的灾情。一村被灭了，2村被灭了，房子全部被埋没了。我看到电视机前面那一张一张无助、恐惧、绝望的脸，突然间我悲从中来。我觉得这个灾难根本就是我内心的写照，因为他们没有了，我也没有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我那个时候，我突然间觉得，我要过去，我想跟他们在一起，我看看我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。我准备发动一些朋友跟我下去，但是当我拿起电话那一刹那，我不知道我该拨给谁，我一个电话都打不出去，因为我不知道谁是我的朋友。我把我的想法放在网络上面，没有想到回应我的全部都是来自于网络我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，而当时跟我每天吃吃喝喝、称兄道弟的朋友，没有一个出现。
讽刺吧。卷起袖子，我前进灾区。灾区给我第一个眼睛看到的景象，我震撼了。满目疮痍，用浩劫2个字来形容。空气中布满了尸体的味道。看到这个景象之后，我这一点算什么啊？我突然间收拾我的情绪，我只有一个信念：救灾。整天救灾结束，我拖着疲惫的身躯，我躺在一个泥泞的地上，我好放松。那个时候有个老婆婆拿了一杯水往我面前走来。一场风灾，她什么都没有了，她只有剩下这杯水跟我说声谢谢。我看着她充满感激的眼神，就在那一刻，我内心里面所有的空虚、寂寞、悔恨、痛苦，通通不见了。我被一种我说不出的满足感充满着，那比我以前夜夜笙歌用钱去买的快乐截然的不同。我以为我什么都没有了，可是我现在可以在这里，我去帮助别人，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。我哭了，因为我以为我是去救灾的，我没有想到，那个被拯救的人是我。施比受有福，助人为快乐之本，这2句话我小学就知道了，但是我却花了30年荒唐人生的代价之后，因为一场风灾，一个无私的付出，一杯老婆婆手上的水，我终于明白这2句话真实的意义。现在我还是一样认真的工作，我努力的赚钱，可是我不再用钱去买快乐，我不再庸庸碌碌、急急忙忙去追求那一些我生不带来、死不带去的财富。各位，钱不是不好，钱还是很重要，但是当你不断的在追求它的时候，你千万记得，你不要迷失在钱的世界。当你真正拥有它的时候，你更不要忘了，你多帮助一些人，你不要穷的只剩下钱。